在原神中，自然风貌是开放世界的基础，而玩家的另一部分体验取决于人文要素营造出来的沉浸感。同时，合理的人文氛围包装对承接整个世界的世界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建筑、人文景观、生活在其间的人类文明与角色和故事线相呼应的场景的整体氛围包装，这些都是我们在打造场景时需要考虑的部分。这些人文细节会让整个大世界场景表现得更生动细腻，而且有生气。玩家在探索体验的时候会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联想，同时也会尽可能地降低玩家的孤独感。那么如何合理地搭配人文要素，使其与自然相互融合，这一点看似平常，但是要做到和谐自然非常困难。越自然的东西呢，其实就越难做到自然。同时我们在奇幻感的包装上控制这个奇幻的度也非常有挑战。如何做到既不出戏，又能保持美术自己的想法，这一点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也做过很多的取舍跟平衡。我们都听过一句话，桂林山水甲天下，而在我眼里，桂林之美不只是连绵的山丘、蜿蜒的水流，更是在那些穿行的渔舟，在青砖黑瓦上升腾的炊烟和渔歌。衬托两岸实景的是南屿河边成片的芦苇荡，这种常出现在古装电影中的芦苇荡，兼具了戏剧性和自然美，看久了甚至会觉得土地本身是活着的，在隐晦地传达着某种情绪。桂林的营居历史可以追溯得很早很早，史前文化追溯到3万年以前。桂林地理位置它是位于一个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地方。我们桂北的一些民居更多的就是徽派文化。现在的龙胜距离还可以看到吊脚楼，它就是一种橄榄建筑。这种建筑它其实就适合本地的一些文化、本地的气候特点，与我们这个地理环境与我们桂林山水它是有机的融合的。桂林的文化跟这个山水是融在一起，就是我们每一座山都有很多的摩崖石刻，所以到桂林是游山如读史。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如果是能够把这游戏放在这中间，场景的转换应该说很漂亮。以桂林的地理地貌作为背景来拍摄，把中国最好的山水体现出到世人面前。结合各种资料和参考之后，我们把桂林山水和它的人文特质融合到了梨粤地区的标志性场景中，那就是迪花洲。迪花洲是玩家从蒙德城出来，穿越到石门以后看到的第一个场景。那它代表了整个梨粤的最初印象。然后呢，它还原了很多桂林多水连绵的特质，也通过扁舟、渔家等等的现象，把梨粤的人生活勾勒在我们眼前。迪花洲的标志建筑是望舒客栈，也结合了桂林的某些建筑特征，还有电影《龙门客栈》里那种状似貌不惊人但却卧虎藏龙的气质。在设计过程中，我们美术经常会思考这么一些问题：这里的人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他们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当前游戏里，我们可以看到望舒客栈下方的平台是挑夫和商人们的歇脚站，平台上摆着简单的桌椅和茶水供客人们享用。旁边的那座水车升降机则是为了方便客人和货物上下楼。然后在一些地方呢，我们尽力深化细节，在另一些地方，我们为玩家留够了想象的空间。比如说梨粤港后山的浅池里有一座倾倒的石像，当玩家路过这排小桥，可能会思考这里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然后自己的想法和作品，如果能够打破幻想和现实的界限，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兴奋的事情。比如，如果能够亲手触摸到岩神像，就一定会回忆起出入梨粤地区碰触到神像的感受。在看到玩家兴奋的交流，他们在一步一景的探索过程中那些惊奇时刻，
还有游览遗迹和建筑景观时引发的回忆和猜想，也都会让我们倍感满足。创作一个让玩家愿意花时间去探索和沉浸的开放世界，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向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